大家好，比特币今天来聊一聊主升浪是否要来了。因为好几路金鱼都在加仓，特别是昨天 YouTube 视频提到的2年之前在 25K 位置仓位4万枚 BTC 的金鱼，后面一路把比特币买到10万美元，最高仓位接近8万枚的比特币，最近是又在加仓。所以如果主升浪要大涨，也准备把之前群上面做多的一些利润看能不能平仓在高点。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回顾一下，很多朋友是知道比特币这一根1011的暴跌，我手上是大约有7笔狗狗币多单的利润是全部被洗出局哦，包括1笔比特币在这个位置群上面做多的利润，现在是被打没掉。然后最近的价格这样子波动，最近是都没有成功的多单。但是我的观点一直判断比特币有可能这个位置它只是在盘整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链上这一只巨鲸 F2 结尾的这个钱包地址，最近是在继续加仓做多比特币，目前整个持仓是接近3亿美金。然后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看啊？其实很简单啊，这边不是有一个链上动态，你点击一下巨鲸，然后把这里面就是链上很多巨鲸目前做多跟做空的都有，然后你按持仓市值点击一下去排名跟踪，就这一个巨鲸。我们来看一下日线的图表，它有可能只是短线的，因为上一次我记得是在这一根 K 线低点的时候，当天晚上是涨了接近 5%， 价格涨到11万4千美金附近，好像那一只巨鲸也是在做多，然后在这个高点偏差。那现在继续做多，价格已经是来到接近这条20 MA， 以前给大家分享的观点，20 MA 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，如果价格是在20 MA 上方的时候，它是在保护我们散户。就比如说价格这个位置在20 MA 上方的时候，它有可能会有一波大涨。那现在来到这个位置接近20 MA， 我也猜不准那一只巨鲸它是不是在赌价格会突破这个20 MA， 或者是它有没有可能又是短线的一些操盘手法。不过我的观点是，如果你是在这个位置新进场的朋友，也是跟大家讲过，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，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。控制好自己的头寸，其实观点是有一点偏谨慎，就是不希望朋友们10万以上的比特币，你该买的比特币应该是2-3年之前一路视频天天喊大家 all in， 但是至10万美元以后，反正我的口气一般是跟大家讲，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既然短线的巨鲸是在做多，那大长线或者是大主力的钱包，也就是昨天在跟大家聊的2年之前这一个 Mr. 100，它是后面从这个位置2万5千美金一路涨到10万美金。当时在这一个区间的时候，它是在底部买了2万枚的比特币，在这一个区间洗盘的时候，仓位加仓到4万枚的比特币，然后后面从2万5一路涨到10万美金，也就是这一个比特币排名100的钱包地址。跟踪一下这一个第12名的7天左右又买了1000多枚的比特币，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创建钱包的地址，就是2022年的11月份，当时比特币价格可是在1万5千美金。然后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这条蓝色的线啊，当时比特币灰色的线价格在2万5千美金附近，反正这一条蓝色的线后面比特币价格灰色的线一路涨到接近10万美金，这一条蓝色的线它在这个位置持仓是接近4万枚，反正是后面一路买到接近最高分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是快接近8万枚的比特币，然后比特币涨到接近10万美金。后面为什么希望朋友们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，这个有可能就是主力操盘手的钱包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买盘数量，基本上是有时候一天可能都是转了
大几百枚，然后每一次转账都是100枚的转账。所以包括最近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这一条蓝色的线，它又开始有翘头的迹象。所以我们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那既然长线的巨鲸排名第12的 Mr.100 最近是开始继续买入，或者是我们来跟踪一下链上鲸鱼的数据，昨天是小涨啊，也就是10月25号24小时全天交易，持有100枚以上的比特币钱包地址是继续买了1365枚的比特币，而且已经是连续3天大鲸鱼的钱包反正都是在流入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，那先进场的投资者比特币的底部要怎么判断？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这个 RSI 指标，比如说历史上几个比特币的底部，2022年的时候，当时为什么在这一根 K 线暴跌的时候，希望朋友们 20K 左右应该要分批去 all in 比特币了，后面是有输钱，但是整个大长线其实买点的方法，别人在恐慌的时候，像这种大跌30%到40%哦，而且你再配合这一个月线的 RSI 指标，它这条红色的线是50，如果有跌破50，你开始要每天去跟踪比特币，有大跌一定要大胆的去买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特币在2019年也是同样这一根大跌40%，然后 RSI 跌破这条红色的线50，那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底部。以及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从这个位置下方的 RSI 也是开始跌破50。那现在其实你如果是新进场的投资者，这种底部没有买到，或者是后面也没有一路买，现在10万美元的比特币还是一样，比特币历史上的这种抛物线的上涨我们都没有看到，所以目前的比特币就是它在产量减半之前这个位置价格就突破了all time high，那现在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横盘或者是清洗我们散户，而且也没有看到比特币这种抛物线的上涨。反正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尽量观察下方的这一个 RSI 指标，在月线里面也是具有顶部判断的作用。比如说2017年顶部也是这个 RSI 指标，反正90左右，有可能我们要小心比特币会有风险。以及2021年的时候也是90附近，我们也是要小心比特币会有风险。那或者这2点目前都不具备哦，抛物线上涨也没来，然后这个 RSI 指标目前才60左右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，以太坊最近一直在判断这一个收敛三角有没有可能短期会不会突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还有另外一个压力位，也就是这一个低点的位置，我们去跟踪一下，它上面估计全部都是箱体，因为这个低点跟这一个就是这几根 K 线的高点，然后这几根 K 线的高点，它是有一个支撑压力转换的位置，如果连这个位置都能突破，反正我是相信这个箱体盘着下方就是陷阱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狗狗币短线就观察吧，盘整到位，这边会不会正式有效突破？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